说起中国功夫，相信不少朋友现在已经是嗤之以鼻，但依旧有不少年轻的少林弟子要走上了格斗擂台，为中国功夫证明。蒲东东因为家境贫寒，从小就进入了少林寺习武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少林弟子。学武有成以后，便走上了搏击擂台。下面这场比赛便是蒲东东对阵日本高手平卓杨二郎的精彩对决。平卓杨二郎是空手道出身，拿到过6个空手道冠军头衔，而蒲东东呢则出道较晚，在20多岁才开始打职业搏击比赛，因此蒲东东在经验方面是不占优势的。但在这场比赛里，东东却将自身的硬实力展现无疑。首回合刚开始，蒲东东频繁试探，拳法加扫踢进攻多次命中。少林拳呢讲究力道刚猛，日本选手被蒲东东的重拳打得不敢出动作，在犹豫中又吃了一记击腹拳，被打得连连后退。协调性爆发力会非常的强。刚才看蒲东东这个后手摆拳速度就很快。再次双方换拳。正好是平种杨二郎低头的时候啊。是的。杨二郎没头的位置，我是下巴。蒲东东上来之后，你看分开这一下高扫啊，处理的也不错。是的，虽说是体育无国界。首回合时间过半，比赛已经进入到了蒲东东的节奏当中。蒲东东全程压迫式打法，根本不给对手喘息的机会，拳法腿法压制日本拳手，而平卓杨二郎则完全找不到进攻方式，拳腿打在蒲东东身上也根本造不成什么威胁。上勾拳，压迫式打法啊，不断用拳击步伐跳着压进对手，而且蒲东东每次的动作的进攻隐蔽性也很强，速度很快。蒲东东还在找机会。对，这个日本拳打到这里可以看出，蒲东东是想 KO 对手的，但由于比赛经验不如对方，每一次的猛烈进攻都被化解掉。尽管如此，蒲东东的压制得分依旧有效，在这一回合完胜日本拳手。接近于街头格斗的一种技术了。就这样的选手毕竟造成他非常。来到第二回合，蒲东东依旧压着对手打，但在这一回合加强了拳法力量，招招直奔平卓杨二郎的头部，在将对方逼到绳脚之后，直接开始了一连串的组合拳加顶膝，完全就是不留余力。日本选手呢，只有逃窜的份儿。回合其实，在第一回合的时候，手就已经骨折了。这场比赛他硬扛下来的结果，也是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对，告别了拳坛19个月。对。我们看蒲东东现在改变了一些战术啊，并不像第一局那样，这个追求一击致命啊，是的，可能是慢慢往前走啊，做了一些拳击的摇闪，而且现在出拳的并不像之前那样，每一下都使了这个100%的力量。它是有一些铺垫，有轻有重啊，而且有一些组合。好，进攻，比赛继续。平种杨二郎确实这个抗击打能力也很强啊，作战的意识也非常顽强。对，而且他躲闪的速度和角度也。比赛还剩1分多钟了，蒲东东将日本拳手逼到绳脚，一记后手重拳再次命中。坚持了这么久的日本选手也再也绷不住了，被直接击倒在地。从这一刻开始，平卓杨二郎的防线已经被彻底击溃。换拳当中，日本选手遭受到了一记读秒。读秒之后，二人再战，蒲东东乘胜追击，在换拳的过程中，又是一记后手拳将对手击倒。虽然还能顽强的起身，但平卓杨二郎已经没有办法还手了。在又吃到了一套组合拳之后，裁判果断终止了比赛。已经是这一回合的第2次读秒了，一个回合3次读秒就结束比赛，整场比赛累计5次。还有20多秒时间啊，蒲东东能不能抓住机会？哇，漂亮！比赛结束了，比赛结束。大家看，哇！
这就是我们少林的俗家弟子朴东东。在比赛结束之后，日本选手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，而朴东东也是非常有武德，主动过去鞠躬致歉，既有实力又有武德，这才是中国武者该有的样子。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，点个赞再走呗。来自中国的红方选手少林武僧朴东东，第2回合2分12秒 TKO 获胜。